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讲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我必须说，发生在印度。没错，又是印度的鬼故事，好久没有介绍了哈。好，那这个人他碰到了什么样的状况跟经历呢？我必须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过？就是说，搬到一个房子，有可能是新的，有可能是旧的，然后呢，这个房子呢，晚上常常会传来奇怪的敲击声，然后呢，你去寻找这个声音，最后听到声音了，找过去了，可是一个人都没有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过哈？其实我有啊，我去很多地方，常常会听到一些敲击声，像之前的那个薰衣草森林也是这个样子啊。那今天这个人他不是在发生事情的地方哦。至于他碰到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咯。关于这个鬼魂的故事，这一次是发生在我位于果亚的公寓马霍达的 H105 号房。这次故事有点长，还请各位耐心读完。我们在2014年买下了这间位于努文马霍达的公寓，那里是南果亚的一个古色古香的村庄，它距离马霍达海滩大约4公里，非常安静祥和，完全符合我和我妻子偏好的生活环境。尽管我很喜欢我们的公寓，但我总觉得整栋建筑物有些不对劲，没办法给人一种好的氛围。而这个直觉是在我们第一次入住时就得到了证实。当时我毫无预警的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重病，接着在2021年，我的左膝受了急性重伤，没摔倒，什么也没发生，就这样受伤了。到了2022年，我妻子在我们过去度假时也病倒了。那次事件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在那里度过任何一晚，直到我们去年终于把那个地方给卖掉。另一件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有的屋主都和我们一样，不是果亚本地人，大多来自孟买、德里等大都市。你只有在11月和12月，大家过来庆祝圣诞假期时，才能在这栋拥有30户的公寓大楼里看到人烟。至于一整年的其余时间，这个地方完全是荒凉的，散发一种阴森诡异的气氛。住了10年后，我们终于决定把它卖掉。为了能谈到更好的价格，我决定把房子重新翻修一下。我住在那附近的朋友戈佛雷简直是上天派来的恩人，他在这件事上帮了我大忙，多亏他的协助，我才能安坐在普纳的家中，就把翻修工作搞定。愿上帝保佑你，戈佛雷。工程完工后，我们联系了几位仲介来帮忙寻找潜在的买家。为了这个目的，我决定亲自过去公寓住上1个月。我亲爱的妻子，她断然拒绝前往过来。她当时的决定有多正确，我后来才深刻体会到，绝对永远不要低估女人的第六感。我在2025年7月左右抵达那里，计划待上1个月左右，把房子带给潜在的买家，敲定交易，并在返回普纳之前把事情安排妥当。头几天过得很顺利，我白天跟着仲介忙进忙出，直到傍晚，接着会去海滩上慢跑，最后去戈佛雷家拜访，和他们一家人一边闲聊，一边喝上几杯调酒，结束充实的一天。我热爱雨季的果亚，那股凉爽的微风和宁静，没有观光客的氛围，真的很迷人。不过我必须告诉你，由于7月是淡季，整栋公寓大楼都是空无一人的，独自生活在一个空荡荡的地方，感觉很奇特。但我正在慢慢的适应。然而就在某个深夜，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那大约是晚上11点30分，外面正下着暴雨，更惨的是当时还停电了。我正准备上床睡觉，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这感觉很不寻常。我手里拿着蜡烛，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外面绝对没有任何人，只有一条又长又黑的走廊。我心里毛毛的，赶紧关上门，默念了一段祈祷文后就跳上床。那天晚上我睡得一点都不好，而让我震惊的是，隔天一早我打开门时，发现外面
有一串整齐的泥泞脚印从大厅的方向延伸过来，一直停在我的门口。这感觉就像昨晚我确实迎来了一位访客，但会是谁呢？我吓得要死，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哥弗雷。他叫我别想太多，说可能是附近某一个人看到我单身一人，故意恶作剧吧。虽然这听起来不太可能，但我还是勉强自己接受这个说法，决定不再去想。然而这件事始终烦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那些脚印只延伸到我公寓，却没有任何走回去的脚印，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到了隔天晚上，同样的事情一连串再次上演，而且准就在晚上11点30分，敲门声又响起了，这次力道还更重了一些。我这次比前一天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手里拿着一根木棍，猛地打开门冲了出去。迎接我的依然是那条黑暗、潮湿且空无一人的走廊。就在那时，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得无比的冰冷。当我直直朝走廊尽头望去时，一种混杂着绝望与沮丧的压抑感觉瞬间席卷而来。我所看到的画面，直到今天依然让我惊恐万分。在安全出口附近的阴影站着一个高大半透明的黑影，他身上穿着建筑工人那般破烂不堪的衣服。当那个身影缓缓移动时，我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两只散发血红色光芒的眼睛穿透了黑暗，直勾勾盯着我。接着他开始缓缓滑行，悬空浮在离地面几英寸的高度，朝我逼近。恐慌彻底占据了我的思绪，我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却只能发出极度恐惧的无声尖叫。我疯狂地往后退，手在身后惊慌失措地乱摸，试图寻找门把，而我的双眼则紧死盯着那个正缓缓向我移动、带着怨气的恶灵。在极度混乱的交织下，我不知道为何就是打不开门。正当我一试再试时，我感觉有一双冰冷的手搭在我的脖子上，我的血液瞬间凉透，一股寒意直冲背脊。现在该怎么办？这是我脑袋里唯一能思考的事情。就在这时，我体内突然爆发出一股力量，大喊一声：“天哪，请救救我！”并再次转动门把。幸运的是，这次门终于开了。我暴冲进屋内，并在身后用力把门甩上。一进到屋里，我的感觉就开始好转，屋内的温度开始回暖，我也很快恢复了冷静。我蜷缩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就这样一直待到日出。幸好那之后就没有再发生其他的事了。毫无疑问，这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一夜。天一亮，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行李，搬出那间公寓，入住附近的一家饭店。在那里住了1天后，我便安全无恙地返回了普纳。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恶灵不知道为何无法进入我的公寓，这或许是因为在翻修工作完成后，哥弗雷特地在屋子里进行过一场净化仪式吧。这大概就是那天晚上救了我的原因。那次之后，我没有浪费任何的时间，我们迅速敲定了买卖。尽管我没能拿到理想中的价格，但我还是果断地办完手续，尽快完成了交易。后来我才得知，在建造期间，曾有一名工人在那里发生意外丧生。这件事情当时被压了下来。有人说，那之后那个地方就一直闹鬼。然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我们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却从没有遇过？介绍完这个人的经历，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蛮恐怖的。而且我这次去泰国有去类似的地方，一栋大概26层、28层的建筑，以前要做民宅跟商场的，结果有发生一些意外。当然有没有营业？有，但是后面也是有听说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哇，还蛮棒的。那给我评分的话，我大概会评多少分呢？大概4.5颗，因为真的还蛮恐怖的。对，有始有终的故事我通常都比较喜欢的。好 ，OK， 那买方真的要注意，但我觉得在台湾应该还好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真的会有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会被压下来，不是吗？好 ，OK， 那今天的恐怖观察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
咿呀嚓嚓。